病人目前病情危重，需要手术费30万，你们抓紧去交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去交钱啊！妈，您孙子今年要出国留学，我钱得备着。妈，您孙女儿刚进大企业，需要钱疏通关系。可别看我们家，我们还要还房贷呢。妈，你们一群白眼狼！爸，你坚持住！都发什么呆？凑钱啊！老二，不光钱的事儿，医生说还要肾脏移植，我指定不行。那就用我的，用我的也可以，只要爸能活下来。老二、儿媳妇，你们家条件是最差的，怎么还能要你们捐献器官？妈，您别难为我们了。就是，老二送外卖东奔西跑的，身体壮实。既然他愿意，就用他的器官得了。老二，好事做到底，干脆你们去借高利贷，把爸的手术费也付清好了，怎样？你们这3个白眼狼，当初家产都分给了你们，老二家没分到1毛钱，结果到头来只有老二2口子最孝顺，都是我的错。爸，爸，妈，春华，爸妈对不起你们啊！如果还有下辈子，一定好好待你们。妈，我这是重生了，好，很好。这一世，老娘要狠狠地整顿家风。妈，你快去做饭啊！吃完饭咱得去给我小舅子帮忙呢。妈，滚！娘没你这样的孽子！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妈，别冲动，有话好说。什么也不用说，你挨打就行了。爸，救我！我妈都疯了！爸，救我！救我！大白天的，老娘婆你抽什么风啊？刘慧英，死老太婆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婆婆！口无遮拦，满嘴喷粪，目无尊长，你这没教养的东西！今天我这婆婆来教你做人。杜经理，你是死人吗？眼睁睁看着你媳妇被妈欺负！妈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？他能骂我，我不能打他？要不是你管不住自己的娘们儿，他敢这么嚣张？你们老杜家欺负人，我跟你拼了！给我住手！爸妈刚刚二话不说就打我们，您必须给我们做主啊！爸，妈确实太过分了。以往只要我不痛快，公公就会站出来教训死老太婆。今天有公公撑腰，我就吊他好看。就这溺爱孩子，经常因为管教孩子跟我翻脸，现在他难道也想对我动手？
长东西！媳妇骂你妈，你就这么听着不管教？以后再敢跟你妈大喊大叫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老婆子，该打就打，我看谁敢造反！这是老杜也重生了。爸，我不就是让我妈做个早饭吗？你们至于吗？你没长手还是没长脚？要吃早饭不会自己做？爸，我哪会做饭啊？不会就去学，跟你媳妇儿一起学，学不会就饿着。还有你，敢在婆婆面前大喊大叫，骂婆婆是死老太婆，反了天了！对了，老头子，咱们今天要去徐家屯给老二提亲是吧？是有这么回事儿。走走走，咱赶紧买东西去徐家屯提亲。哎，妈，爸妈，咱们之前可是说好的，今天慧英弟弟娶媳妇儿，我们要去帮忙啊。就是，今天你们要去刘家村给喜宴掌勺的，怎么能反悔呢？反悔怎么了？我和你爸欠你们刘家的，你们不会付钱找个师傅开灶吗？你娘说的没错，你二弟的人生大事都还没解决，我们哪有闲工夫去管你小舅子？你们自己想办法。不行，你要是不去，我就跟杜景云离婚。两个老东西最怕我和杜景云离婚，我使出这招，还不是要乖乖给我认错？是老娘花钱娶回来当儿媳妇，不是供来当祖宗的。再上蹿下跳，我打不死你！妈，杜景云，我告诉你和你媳妇儿，杜家没亏待过谁，闹离婚，那就立刻去大队开证明。没错，从今天起，谁在杜家摆不正自己的位置，就给老娘滚！老头子，你也重生了。没错，上辈子咱们被这群白眼狼活活气死，唯独一向亏待的老二跟老二媳真心为我们哭丧，还想救活我们。这一世，咱一定要好好整治这群白眼狼，然后补偿老二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不该去刘家村了吗？这事儿你不用管，快去换身干净衣服，我跟你爸带你去徐家屯提亲。提亲？妈，我没听错吧？您不是一直看不上春华吗？妈以前是觉得春华太柔弱善良，怕被你这刁蛮的大嫂欺负。不过妈想好了，既然春华柔弱善良，那我这个当婆婆的啊，就护着她，不让她受委屈。你敢娶徐春华，以后就别想分我跟你爸1毛钱家产。医生，用我的器官给做移植吧。景峰还要照顾他们二老。上辈子我对春华十分清淡，偏心其他媳妇，是我看走了眼。这一世我一定会把春华当亲闺女护着。慧英，我爸我妈是不是疯了？疯了，都疯了！张婶子，一会儿就靠你这媒人多夸几句景峰了。放心吧，景峰这孩子本来就讨人喜欢。爸妈一向对我的事儿不上心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上辈子老二孤苦伶仃的去提亲，连像样的彩礼都没有。这一世，我和老头子必须让他风风光光娶春华进门。景峰来了，这两位是？伯母，这是我爸我妈。我来。婶子，喝水。好孩子，你愿意嫁给景峰是杜家的福气。婶子，你不反对我跟景峰了？为什么反对？婶子恨不得今天就让景峰娶你过门，进了杜家门，婶子拿你当亲女儿对待。
春华妈，这杜家老二手脚勤快，人也踏实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这亲事你看成不？我知道景峰这孩子老实本分，心眼好，这婚事我同意。慢着！爹，老头子，有件事儿我得先问问，听说景峰在你们老杜家干活最多，却不受待见，是不是？要真这般偏心，我女儿嫁过去，岂不是成天受欺负？所以这桩婚事我不同意。老徐，你别这么严肃，有话好好说。大哥大嫂，老徐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但是我们可以保证，以后绝不再偏心，更别说轻待景峰和春华。口头保证我不相信，彩礼钱我要3转1响，外加200彩礼，这样的诚意我才考虑继续谈。什么？3转1响？大哥结婚也才100块彩礼，爸妈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不行。既然不行，那就……我的意思是，200不够。娶春华，我们给彩礼600，3转1响，36条腿，这就是老杜家给春华的保证。妈，这么多钱咱家拿不出来的，更别说是为了我，不值得呀。景峰，瞎说什么？你跟春华都值得。钱我们来解决，保证绝对不会委屈了春华。拿600块巨款为我做保证，爸妈这是疯了吗？亲家，我信你们。不过彩礼嘛，200就够了，只要小两口日子舒心，一切好说。说600就600。这杜家的人怎么还不来？宾客都入座了。刘嫂子，需要帮厨不？帮厨？我看你们是不随礼，想蹭吃蹭喝吧？就是，村子里谁不知道我们刘家有杜家那一口子的免费劳动力，还用得着你们？想吃席，还是乖乖交礼金吧。我们好心想帮忙，你什么态度？你们可算来了，客人等急了，快让你公公婆婆炒菜，人呢？没来。什么？你们2个废物，他们不来，谁掌勺？妈，别骂了，先找厨子吧。这时候上哪儿找厨子啊？刘家的，怎么还不上菜啊？饿死了，再不开席可要退礼金了。你炒的这菜能吃吗？放心吧，赶紧端出去就是了。这什么猪食吗？我们随了礼金就给我们吃这个？乡里乡亲的，出了点意外，大家担待担待。担待个屁！礼金还我！太欺负人了，退钱！哎呦哎呦，痛痛痛！松手！哎呦哎呦！你们刘家太欺负人了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别走啊！媳妇儿，刘慧英、杜景云，看你们干的好事儿！丧门星，不是信誓旦旦说你那死婆婆一定会来吗？妈，我哪知道杜家那死老太婆会临时反悔啊！妈，这也不怪慧英，那就怪你，怪你爸妈那2个老不死的！妈，您消消气儿，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办法？还有什么办法？亲娘子都走了，要不是你爸妈不来帮忙，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吗？回去告
新娘子要是回不来，你们以后别想进刘家的门。老二，先别收，我和你大嫂还没吃饭。老大，你们两口子不是去刘家吃席了吗？怎么饿肚子回来的？这老刘家真不是东西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？妈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没去帮忙掌勺，刘家新媳妇都气跑了。那么大个刘占村找不到掌勺的，还是他们刘家不舍得花钱？不然怎么会因为我们老两口没去新娘子就跑了？说出去不得让人笑掉大牙？没错，就因为你们两个老不死的没去，我弟媳妇跑了。大嫂，你再敢骂爸妈一句试试！妈最惯着大嫂，但即便妈因此打我，我也不准刘慧英辱骂她老人家。老二，在这个家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拿你的狗爪子指我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骂我儿子？妈，您别生气，刚刚是慧英冲动了，不该对老二。行了，这事儿我懒得再追究。果然和以前一样，只要大哥大嫂略微认错，爸妈都会既往不咎。既然你们回来了，正好有个事儿通知你们。你们结婚1年多，成家不久了，明天把村长请来，咱们把家分了。什么？分家？没错，分家。你们两口子出去单过。不行，我们不分家。干什么？有我跟你妈在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不分家可以，以后家里的活分开干，自己干自己的，谁干不完活就别吃饭。还有，你们挣的钱全部交给你妈统一管理，谁要是敢中饱私囊，就滚出杜家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还不同意？妈，你们两口子只想占便宜，不想干活。要不要我和你妈早晚点3炷香，把你们供起来？妈，现在能不能不提分家的事儿？慧英弟媳都跑回娘家了，我岳母说这事儿不给个交代，就让慧英跟我离婚。要不咱们赔点钱给刘家，让他们消消气儿。妈，你忍心看着儿子离婚打光棍吗？如果爸妈赔钱给刘家，我娶春华的彩礼钱恐怕更难凑。哦，离不离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媳妇儿给你娶进门了，还想让我跟你爸管你和你媳妇儿的破事儿一辈子？妈，你现在不帮我们，等你老了，可别指望我们给你养老。哎呦呦呦，指望你们两口子养老，我怕是要活活饿死了。指望你们，还不如指望老二。分家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！不答应，再说一句试试。行了，分家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让村长来做见证，都该干嘛干嘛去。老二进屋，我和你妈有事告诉你。还有，以后给我硬气点，在这个家，除了我和你妈，谁也没资格对你呼来喝去。你不欠任何人。老二，我和你爸决定去卖豌豆粉，给你挣彩礼钱。豌豆粉能卖出去吗？肯定能。明天先分家，后天我跟你爸进城摆摊儿。春华的彩礼真能攒够吗？放心吧，我跟你爸敢答应，自然就有把握。爸妈，以后我和春华一定好好孝顺你们。你和春华是好孩子，妈相信你。妈，你真铁了心要分家？不然呢？你想好了，要是真分家，以后别指望我和慧英照顾你们二老。放心，我不指望你们照顾我和老杜。既然决定分家，先说说吧，打算怎么分？力分5份，老大家1份，另外3个儿子等结婚了再分。
5间房，4个儿子1人1间，我们老2口1间。景峰住东厢房，景云住西厢房。爸，不该分成4份吗？分4份，那我和你妈出去喝西北风，等着饿死。上一世我和老杜的家产都分了出去，最后落得个惨死，重活一世，还当我们是傻子。家里有86块钱，给他们30块。什么？不行，钱我们要一半。景云媳妇儿，86块钱给你们30块还不满足？你别忘了，景云还有弟弟妹妹在上学。我不管，要分家就得按我说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杜家还轮不到你当家做主。钱就给30，地平分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要是这样，我和景云不同意分家。不同意就滚！老子就当没生杜景云这个不孝子。2个老不死的，都半截入土了，竟然还想着给自己留一份家底。杜景云，分家的事你听明白没有？算了，反正现在家里的财政大权被老太婆掌控，我想贴补娘家都得偷偷摸摸的。要是真分了家，景云赚的钱就归我管了。至于农活，忽悠老二这个傻子去做不就行了？景云，咱分家不受这个气儿。既然你爸妈那么绝情，那以后老2、老3、老4结婚都别指望咱。村长，就按我爸妈说的分吧。既然谈妥了，那就签字吧，1室2份。行了，今天起就算正式分家。老杜家的人，还有喘气的都给老娘出来！哟，人都在啊，那感情好。杜征、林清如，之前的事儿，你们老杜家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这是我女儿家，我不能来？妈，有什么事情我们改天说。怎么，害得我儿媳妇跑了？你们家想不认账？老大，既然分家了，把你岳母带回去解决吧。分家？为什么分家？不行，慧英是我女儿，分了家以后，谁给她洗衣做饭？我不同意你们分家。亲家母，我杜家分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你们儿媳妇是我女儿。再说了，你们害得我儿媳妇都跑了，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？你儿媳妇跑了关我屁事儿。亲家母，我劝你啊，脑子有病就去治。你就是因为你们答应掌勺却反悔，害我家酒席没办成，儿媳妇才跑的。你女儿那天一口一个老不死的叫我，你觉得我脑子进水，会答应她去帮忙？你骂你婆婆了？妈，我那是因为……你给我出来！走！蠢的没边的东西！老娘教你多捞好处，你惹他们干什么？在家以后上哪占便宜去？慧英，为了媳妇儿连爹妈都不顾，这是什么儿子？村长慢走，改天过来喝酒。终于分家了，以后咱家啊可清静不少。以大哥大嫂的性子，恐怕不会就这么安生下来了吧？不安生，那我就打到他们安生。哟，不是去哄你丈母娘了，怎么灰溜溜跑回来了？妈，别提了。老二，给我和你大嫂添2碗饭。已经分家了，就别来蹭饭了。今天没做你们的饭。妈，刚分家，我们锅灶还没准备齐全。那是你们的事情。给你们分了粮食，不会动手吗？你们真要做这么绝吗？妈，你们别后悔！老二，吃完饭咱开始做豌豆凉粉。明天我要和你爸出摊儿赚钱。好的，妈。老二，等我们回来！爸妈，注意安全。卖凉粉
真能赚到钱吗？老杜，这位置选得好，职工们出来就能看见。开胃爽口的凉拌豌豆粉，1毛5一大碗，1毛5一大碗，干净又卫生。走，去看看。老杜，生意来了。杰克，咱厂门口啥时候有摆摊的了？今天刚来的，味道能行吗？万一不好吃，1毛5可就白坏了。大家先别急，我先拌一碗尝尝味道，好吃再给钱。这老板娘厚道，那咱们尝尝。好吃，麻辣爽口，真不错。给我来一碗，给我一碗多加辣，流口水了。老钟，咱今天准备的凉粉不算多，但已经净赚5块钱呢。嚯，这么多！那是，还有不少人都没吃到。明天啊，咱们可得多准备点。得嘞，回家。爸妈，生意怎么样？都卖光了，明天要多准备点喽。都卖光了，太好了，给春华的彩礼有希望了。当然，你安心就等着娶春华过门做媳妇儿吧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小兰，学校放假了？妈，我的鞋旧了，能给我买双新鞋子吗？妈最疼我了，每次回家都有求必应，下次开学又能穿新鞋子去跟同学们炫耀喽。前世，景兰作为小女儿，从小被惯坏，进城后瞧不起农村人，后来毕业工作了，更是几乎和我们老两口失去联系。这一世，必须好好管教。买鞋可以，水缸空了，你先去挑2桶水加进去。妈，您让我挑水？怎么让你挑水不愿意？你这鞋也不坏，那你别换新鞋了。可是同学们都换新鞋子了。你考试全班30名，你怎么不跟同学们比考试成绩？你妈说的对，成绩不好，家务不做，就别跟家里提这么多要求。爸妈，我错了。那我今天开始学着干家务，来换新学期的新鞋子，可以吗？刁蛮小妹竟然主动想干家务，爸妈也太厉害了。当然可以，以后你就多帮你2哥干点活。大哥大嫂呢？他们不干吗？他们分家分出去了。你要是不想干活，也可以去找他们。算了吧，跟着他们，我怕是要饿死。妈，我不会洗碗啊。不会就学，洗不完碗明天没饭吃。爸，就不能让我多睡会儿吗？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？你2哥都下地回来了，去跟他把院子扫了。2哥，这些衣服好脏，真让我手洗吗？小妹，都是家人身上的衣服，你要嫌脏，那咱妈洗你衣服是不是也要嫌脏？妈，2哥，我把水缸填满了，厉不厉害？小妹最棒了。爸妈，慧英怀孕了。上一世，这时候的刘慧英并没怀孕，她今天这是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？去卫生院检查过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慧英总是恶心干呕，肯定是怀上了。妈，慧英怀上了，你不高兴吗？她肚子里的可是咱们杜家的长孙。你们都还没去卫生院检查，怀没怀上还不确定呢，瞎高兴什么？妈，那你给我点钱，我明天带慧英去卫生院检查一下，顺便买点补品给你大孙子补补。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忘了已经分家了？爸，这不是慧明怀孕了吗？分家才分给我30块，这哪够花呀？没钱不会去挣，我跟你妈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爸，难道你就不在乎你的大孙子吗？老子4个儿子，以后要多少孙子没有？要是每个都像你一样来问钱，那还了得？滚！确定真怀孕了？走，我这就亲自带你去卫生院。我不去检查。既然不愿，那就是骗人的。老二，把这2个骗子给老娘赶出去！
老二，你敢？我可是你大哥！大哥，这个家爸妈说了算，你们太过分了！静兰，听说你今天干了不少活，不错，妈给你买了新鞋子。真的太好了，谢谢妈。妈、爸，我才知道你们和二哥每天那么辛苦，以后我回家会多帮忙的。看样子这一世的景兰还有救。景峰，带小兰去磨豆子，我跟你爸去卸凉粉车。好嘞。爸妈，我们放假回来了。好啊，轮到收拾这两个白眼狼了。爸妈都在家呢，我们放假了，回来的正好。你们俩赶紧放下书包，帮我把菜洗洗。我们不去，二哥你自己干吧。就是，我们上课就很累了。爸妈，你们进城有没有给我们带好吃的？你们二哥在厨房忙做饭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你们看到我跟你爸在搬牛车上的这些锅碗窑盆了吗？家里那么多的活等着要做，你们两个不孝子儿，不说帮忙搭把手，一上来就问老娘有没有给你们带好吃的，你们有脸吃吗？妈，我来帮忙卸车，您忙了一天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景兰乖，老三老四，家里的活你们两个要是什么也不干，今晚的晚饭你们也别吃了。不吃就不吃。老娘的话你们是没听到，还是说根本就不把老娘放在眼里？妈，我们才放假，你就不让我们吃饭？哪有这样的父母？就是，上学本来就累，回来还要让我们干活，我们以前又没干过活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老娘养不起那么多祖宗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想当懒虫可以，但这饭也别吃了。爸，你也不管我们了吗？别叫我，这个家你妈说了算，我的想法和你妈一样。哼，不吃就不吃，要我干活，还不如让我饿死。没错，就不干活。以前我们一说不吃饭，爸妈就会哄着我们，今天肯定也一样，连点肉都没有，我还不想吃呢。睡觉前，妈一定会忍不住给我们做好吃的。妈，老三老四就这么跑出去，真没问题吗？不用管他们，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们，才让他们有恃无恐、无法无天。三哥，会不会是咱们回来太晚了，爸妈等不了，把好吃的放在厨房里了？肯定是这样。景南，咱去厨房看看。上锁了，三哥怎么办？我现在好饿。我哪知道怎么办？橱柜都锁了，饿着肚子我可睡不着。三哥，要不咱把锁撬开？撬吧，我也饿得慌。胆子不小啊，敢撬了橱柜，那以后是不是得翻天？这把锁5毛钱，谁撬坏的谁赔。2个人都动了手，那就一起赔。妈，我和四弟还是学生，哪有钱啊？没钱就去赚，谁让你们撬锁了？妈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和三哥还是学生，你让我们怎么赚钱？以前不管多晚，妈你都会为我们准备好吃的，生怕我们饿着。今天你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吃饭，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两个17、18岁，白读这么多书，真不知道自己吃的用的，还有身上衣服是怎么来的。不吃了，吃个饭还得听你们说教，真倒胃口。我们还是学生，除了读书，我们什么也不干。翅膀硬了是吧？敢砸碗了？老子平时就这么教你的吗？老杜，你没事吧？没伤到哪儿吧？你长本事了，混账东西！你想杀了你爸妈？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都长本事了，以后我和你爹不敢管了。我们不想以后死在你们手里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现在送你去卫生院。不用，没大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老二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替我好好教训一下这2个不孝，连爸都敢动手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
敢忤逆咱爸妈了，是真觉得自己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无所不能了是吗？告诉你们，爸要是上进动，我非扒了你们的皮不可！爸，我背你去卫生院看看。老二，我没事儿，让你妈给我擦点药脚就行了。老二，我和你爸出摊儿去了，然后你带着景兰去看看能不能买点小麦，然后在外面随便吃点，中午别回来了。二哥，我和三哥饿了，快去做饭吧。我和小妹已经吃过，你们想吃自己去想办法。二哥，爸妈给你点好脸色，你还真就当尚方宝剑了。就是，爸妈最心疼我们。昨天虽然发了脾气，但你饿着我们，等爸妈回来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是吗？我劝你们想吃饭，还是早点找些活干。才不要！等爸妈回来，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。交代什么？你们想要什么交代？啊！昨晚把你爸推倒，这件事你们交代了吗？混账东西！爸，我回来了。大姐回来了，她一定会给我们撑腰的。二弟、小妹、老三、老四也在呢。大姐，爸妈他们刁难我跟四弟，不让我们吃饭，就是爸妈想饿死我们，还打我们。大姐，是三哥、四哥做错事儿，爸妈才不给他们饭吃的。小妹，你一个小孩子不懂别乱说话，我们才没做错事儿。就是，我跟三哥还要上课，爸妈非让我们干活，明明是他们的错。大姐比爸妈还疼我们，有大姐在，爸妈也得给我们认错。妈，老三、老四还小，哪会干活？您就别为难他们了。一个19，一个17了还小，小妹才13呢，不照样干活？大姐，你不知道，昨晚三哥还把咱爸推倒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三哥把咱爸推倒了？爸，伤着哪儿了？咱爸就摔了个屁股灯罢了，而且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的意思是没伤到骨头就没事了？以后还敢对你爸动手？妈，我没这么说。妈，爸没受伤就别较真了。老三、老四还在上学，让他们干活，至少也得等他们毕业不是？景和，我打老三、老四，你心疼了？妈，我当姐姐的心疼弟弟怎么了？景峰也是你弟弟，怎么不见你心疼他？既然你那么心疼老三、老四，那以后老三、老四交给你管。妈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都结婚了，怎么管他们？管不了。那我教育孩子的时候，给我闭上你的嘴！陆景和，我和你妈、你二哥这么辛苦，怎么不见你心疼我们？爸，我这不是特意回来看你们了吗？你要是回来添乱，下次就别来了。之前每次回来，爸妈都热情招待我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爸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说了。大姐，你不给我们撑腰了？撑腰？你想怎么撑腰？昨晚推你爸，今天想连你老娘一起打。你们两个滚去劈柴，干不完别想吃饭。爸妈，我听说你们出去摆摊做生意了，你们要注意身体，别太劳累了。我答应了你未来二弟媳妇春华，3转1响做聘礼，不赚钱怎么行？什么？3转1响？什么？3转1响？我和景云结婚的时候就给了200块彩礼，凭什么杜景峰这个窝囊废的媳妇儿就给3转1响？怎么，我乐意给不行吗？死老太婆，没想到你这么偏心！我不管，这中间的差价你必须补给我，否则我就跟景云离婚。补差价给你，你配吗？要离婚赶紧去，别在我面前瞎说。妈，你怎么能打慧英呢？眼盲心瞎不孝子，你没听到他骂你二弟和老娘吗？可是慧英怀了你的大孙子啊！真怀了，真怀了就把检查报告拿来我看看。妈，我们还没去做检查呢。没检查就确定怀孕，休想用假怀孕来老娘这儿骗钱，门儿都没有。你是给你的偏心找借口。我偏心？你刚进门的时候，老娘当祖宗哄着你，可你呢，懒得跟猪一样，给你200都给多了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说什么呢？
刘慧英，你敢骂我爸妈？杜景和，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你的大嫂。大嫂又怎样？杜景风，你刘慧英，你如此不敬公婆，就该打。老二，静和，你们大嫂都怀孕了，你还敢打她？都给我住手！从今天起，老娘就当没生过这个不孝子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们都给我等着！不把彩礼差价补给我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上一世有一次老二护着我，结果刘慧英把娘家人叫过来，把老二打到住院。这么一闹，恐怕刘慧英又要去找她娘家人了。老二，你去把村长请来咱们家，另外多叫几个壮小伙。妈，这是干什么？你别管为什么，你就说是我和你爹请他们来一趟就行。听你妈的，赶紧去。景和，没事你就先回去吧。可是妈，没什么大事，听话。什么？老杜家跟杜老二结婚，准备3转1响，你去理论，他还咋了你？各位都是慧英的叔伯兄弟，老杜家当初只给了慧英200彩礼，结果给二儿子结婚3转1响，还打了慧英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欺负咱刘家没人！这老杜家也太欺负人了，咱老刘家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，必须让他们给个说法。妈，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我爸妈还是讲理的。讲理慧英还会挨打？我还没说你，你一个男人怎么保护媳妇的？哼，走，去帮慧英讨个说法。就是这里，进去后给我砸。没错，先把大门砸烂。我看谁敢！哼，杜家的，就凭你们3个，也敢跟我们叫板？刘家的，这里是杜家村，想在这儿撒野，问过我了吗？怎么，杜家村村长，就凭你一个人，也想拦住我们？加我们呢？也不够。那再加上我们呢？不是想砸门吗？砸吧！我们没说要砸门，你听错了。哦，原来是误会。那这刘家带着农具来这么多人，是来帮忙干农活的？别扯没用的。亲家母，你家老二下聘，你给准备了3转1响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我家慧英嫁过来，你们就给200彩礼，老二家给3转1响，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刘家吗？亲家母可不能冤枉人，我怎么瞧不起你们刘家了？当初是你家要的200块彩礼，结果就陪嫁1床棉被，你怎么不提呢？老二媳妇家的陪嫁可不止1床棉被，更何况身为儿媳妇刘慧英天天骂婆婆老不死的，你刘家怎么不说说？这刘家真是好教养，敢骂婆婆是老不死的，这要是我儿媳妇，非得给她送回娘家不可。慧英，你裤子怎么有血？受伤了？怎么可能受伤？估计是……你来月事了，你不是说怀孕了吗？景元，你听我解释。景元，我吃坏肚子犯恶心，我以为是怀孕了。刘慧英，还真是好样的！老子当你怀孕，把你当祖宗一样伺候，结果你连我都骗。景元，真是弄错了，我的为人你不清楚吗？够了，把我当猴耍好玩吗？你再继续作下去，咱就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你真想跟我离婚？景云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行了，你赶快去让你娘家人回去。那不行，还没要到钱，总不能让我娘家人白来一趟吧？你是猪脑子吗？你娘家人上门挑事在先，要是报公安，你娘家人要吃牢饭的。这么严重？你个不要脸！卖女儿还理直气壮，真以为你女儿镶尖边了啊？告诉你，杜家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方。你什么你？你以为你带的人多就有理了？信不信老娘报公安，让你们都去蹲大牢？妈，
你没事吧？你给老子滚开！窝囊废！我刘家没你这样的废物女婿。杜景云，明天带1000块钱去我家道歉，不然就等着和我姐离婚吧。等等，你要我拿1000块钱去你们刘家？当然，少1分你都别想把我姐带。爸，等等，景云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老大夫妻俩能不能长久。陆三哥，刘家人走了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改天我请大家喝酒。妈，能再帮我一次吗？怎么帮你？借你1000块钱，我可没钱借给你。景峰，你帮帮大哥吧。大哥，我身上这几块钱呢，真帮不上你了。拿再多钱去刘家也是肉包子打狗。大哥，刘慧英要是真心实意想跟你过日子，没钱她也会回来。她要一心想要逼我们杜家，以后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。你好好想想。二哥，爸妈进城了，那我们回学校的零花钱呢？零花钱？爸妈没留。什么？爸妈没给我们留零花钱？那我们在学校怎么过啊？饭呢？饭也没留。没有，谁让你们睡这么晚才起？对了，那2袋粮食是妈给你们准备的，背着去上学吧。什么？让我们背着粮食去学校？开什么玩笑？1000块钱带来了吗？我和我爸妈分家了，1000块钱真凑不齐。我给你们买了点水果。就带这么点破烂玩意儿？我们昨天说的很清楚了，必须带够1000块钱，否则别想把慧英带回去。还有，你爸妈必须亲自登门道歉。慧英也是这个意思，我不相信。哼，慧英，你出来。景云，你回去吧，让你爸妈带着1000块钱登门道歉，不然我不会回去。刘慧英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当然确定。好，很好，希望你别后悔今天的决定。我对刘慧英付出真心，她却只想着占便宜。这1000块钱如果爸妈真给了，只怕也会落到她娘家手里吧。不回来是吧？那就永远也别回来了。大哥，怎么眼睛红红的？出什么事了？二弟，你就别奚落我了。大哥，刘慧英那个女人不知道。哟，今天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让我回来吧。怎么没凑到1000块钱？妈，我上哪儿去凑1000块钱去？而且刘慧英她不知道。妈，我现在就只剩一个人了，你不让我回来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啊？你和刘慧云离婚了？没有。那还说什么？景云啊，等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，再来找我和你妈。爸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青如，你觉得老大这次会跟他媳妇儿离婚吗？不会，离婚哪会那么容易？老杜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刘慧英被她的娘家人掌控着，景云要想变好，要么和刘慧英离婚，要么刘慧英和娘家人断了来往。说的也是。妈，你说景云的父母真的会来吗？急什么？你总得给他们点时间筹钱吧。可我这心里慌得很。放心，景云这么在乎你，杜家肯定会来。即便杜家那2个老不死的不来，杜景云也忍不了几天。姐，你现在不趁机拿捏杜家，以后就等着被欺负吧。好，我都听你们的。妈，你不是说杜家人一定来的吗？这都半个月了，不但那2个老不死的没来，就连景云都没来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奇怪，杜景云那个废物为什么不来找你？杜家人居然真的坐得住。妈，景云不会真的不要我了吧？哭什么？慧英啊，杜家要是不来接你，大不了妈给你找个条件更好的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景云可还没离婚。没离可以离呀，正好我有个哥们的表哥条件挺好的，就是年纪大了点儿，但能给1000块钱聘礼呀。真的？
儿子，你快跟妈说说他家的情况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除了景云，我谁都不要，我更不会嫁给一个老男人。你个赔钱货！老娘让你嫁谁就得嫁谁，老娘让你离婚你就必须得离。妈，我跟你说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一定会被卖给老男人。不行，我要回去找景云。景云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可没有1000块钱，你还是回你娘家去吧。如果是来找我去离婚的，那现在就走。景云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不离婚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怎么好好过日子？让我当牛做马借1000块钱去贴补你娘家？不给我娘家钱了，真的。刘慧英，你是镶金边的女人，我们杜家还真要不起你。真有1000块钱，我重新娶个黄花大闺女不好吗？景云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求你别不要我，否则我妈会把我卖给老男人的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怕嫁给老男人才回来的，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景云，我是你媳妇儿，我们2个可是领了结婚证的。你不说我还忘了。走，现在就去离婚。不要，景云，你不要给我娘家人钱了，有钱咱自己留着过日子。那也不行，你对我爸妈一口一个老不死的骂。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景云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真的？那我也得看你表现。你要是还跟你娘家人算计我，那就离婚。好，我都听你的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晚上我去找你妈，不，找咱妈，给她磕头道歉。爸妈说的没错，不给刘慧英一点深刻的教训，她永远不知道珍惜这段婚姻。大明，你说的那个老男人条件还不错。那当然。大明，你姐不见了，她不会是自己跑回桃花村了吧？还真有可能。虽然我那哥们儿的表哥条件还不错，可他毕竟年纪有点大，还有2个孩子，我姐不愿意也很正常。走，咱们去桃花村把你姐找回来，顺便让她和杜景云的废物离婚。得嘞，妈，我姐要是嫁给了我那哥们儿的表哥，咱们得到1000块钱彩礼，我就能重新办婚礼，把彩妞娶进门了。那是，到时候重新请人来办酒席，咱风风光光的把彩娟娶进门。青如，最近生意都还不错，咱们要不要考虑真开个凉粉店了？凉粉只是小本生意，想单靠凉粉发家致富可太难了。青如，你不会是还想搞养殖产业吧？没错。老杜，你忘了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养殖产业可是很吃香的。老大2口子要是能改邪归正，好好过日子，咱就把凉粉生意交给他们2口子，带着老二搞养殖。行，你说了算。到时候咱们搞农家乐，还能带着村民们共同致富。好，老杜，今晚你去问问村长，村东头的废弃院子要多少钱能买下来？村东头的废弃院子，等等，难道是前世有人在那里挖出来许多黄金的破院子？小声些，我们如果能找到这批黄金，搞养殖的本钱就足够了。好，晚上我就去找村长问问，那破地方估计贵不了。你个小贱蹄子，你是老娘生的，老娘让你离婚，你就必须得离。妈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女儿？不想离婚也成，让你男人拿出1000块钱来。哼，姐，你就听妈的话，对大家都好。我不！你个赔钱货！老娘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嫁给有钱人给你弟弟汇点彩礼怎么了？好，那你们就当从没生过我这个女儿。你们走，都给我走！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老天爷啊，我不活了！我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个白眼狼？大家都来看看呀！这个白眼狼不顾父母兄弟的死活，不孝顺父母，不帮扶弟弟。这刘家人真不要脸！杜景云自从结婚，3天2头跟媳妇儿往娘家跑，比对父母还阴沉，这还白眼狼？就是一到农忙，杜景云就跟着媳妇儿回娘家干活，还要怎么孝顺，怎么帮扶啊？哎，老杜家跟着刘家结亲，还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们刘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切，
要不是你哭天喊地的，谁愿意看你们刘家人撒泼啊？你个白眼狼！现在必须跟老娘回去！走，跟我们回家。我不走，放开我！我死也不跟你们回去！我倒要看看，你是真的想留下来跟我过日子，还是跟你妈和你弟合伙演戏给我看？丫头，今天你不回也得回！你们放开我！再逼我，我就死在你们面前！娘给你脸了是吧？你还敢以死要挟老娘？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大明，你怎么样了？妈，他疯了！走，都给我走！以后你们就当我这个女儿已经死了。好你个死丫头，你居然敢拿刀对着我和你弟弟，老娘真是白养你了！疯了，这死丫头疯了！滚，都滚！青茹，你觉得这次老大媳妇能安定下来了吗？或许暂时能吧，但刘家人不会轻易善罢甘休，以后必定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。那就得看老大媳妇儿的决心了。这还真不好说，路还是需要自己选。妈，我错了。作为儿媳妇，我不该骂你，不该不尊敬你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起来吧，你和景云的事情我不插手。我们已经分家了，你们两个人的日子过成什么样，与我无关。妈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以后我一定和景云好好过日子。你对我不敬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也不会原谅你，毕竟你不是和我过日子。至于你能好好的和景云过日子，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说不着。杜三哥，咱几十年兄弟了，来就来，带什么东西？一点心意而已。老弟，村东头的那处废弃宅院，公社有没有出售的打算？哎，那老院子还真有，但那废弃宅院破败不堪，位置偏僻不好卖，多少钱能买下来？杜三哥，公社底价是580，你要的话500就成。但是那位置那么偏，你确定要买？对，我和青茹打算去那边养几头猪。哦，养猪？那行，杜三哥，我明天就帮你把手续办一下。那我先回去，成，明天手续办好，我亲自送去你们家去。大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症状是低血糖。大叔，你饿着肚子就出门了？是啊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这大热天的，要不是遇上你们，我倒在街上，怕是要出大事。哎，举手之劳。大叔，你什么也没吃，只喝糖水可不行。大叔，尝尝我家凉粉，吃完了就有精神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两夫妻。这凉粉味道酸甜开胃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你喜欢吃就好，不够吃我再给你加。够了，够了。我姓秦，不知两位恩人如何称呼？秦大叔，我叫杜仲，这是我媳妇儿林清如，我们家在桃花村。老板，你们家的凉粉真好吃，太对我的胃口了。多少钱？我堂堂一军之长，兜里竟然连钱都没有。我出来匆忙，没带钱包。秦大叔，不用给钱，相识一场，这碗算我们请你的。那怎么行？没事儿，真不用了，秦大叔。不行，你们等我回去拿钱。老板娘，来2碗。儿子，这2位就是你爸的救命恩人杜忠和他的妻子林清如。2位恩人，这是我儿子秦牧野，谢谢杜大哥和大嫂对我父亲的救命之恩。
天哪，那好像是秦建国老军长跟他儿子秦牧野团长。什么？团长儿子，军长爹？杜大哥，这是我家地址和联系方式，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。两位恩人，我就是跟着我爸来认一下你们。今天我还忙，就先回去，改天我再登门道谢。杜三哥，手续我给你办好了，以后村东头的那处废弃宅院就是你家的了。这么快就办好了？太好了，那宅院修缮一下就能去那边养猪了。谢谢村长，快进屋坐，我给你倒水。不做了，等下次有空了吧。村长慢走，快，今晚叫上警方去挖黄金。1点了，走。嘘，起床，跟妈走。青如，你还记得在什么位置吗？你等等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灶台，老杜、老二，快把灶下面挖开！挖到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知道这地方有东西啊？这你别管，快先打开看看。这是火！这回你娶媳妇儿的钱有了，咱们还能办养殖场，过好日子。妈，这些要给大哥分点吗？分个屁！别看你大嫂来我面前下跪道歉了，我告诉你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烂在肚子里，咱们还得继续装穷，记住了吗？小妹他们也得瞒着吗？当然得瞒着。你想以后让他们变成败家子啊？不想。但是妈，您就不怕我变成败家子？你不会，老二，知子莫若母，妈最了解你。爸妈，你们真是天下最好的父母，儿子一定好好孝顺你们。原来以前父母冷落我，不是不爱我，是信任我，是磨练我。好孩子，快去休息。明天你得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该下地干活还得下地干活。好。青如，这些东西不好出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咱先拿2根金条卖了，凑够老二结婚的钱，剩下的好好保存起来，以后会更加值钱。另外，修缮一下废弃宅院，先买2头猪养着，咱得一步一步来，不能进展太快，否则财产来源不好解释。好，都按你说的办。快看，军车怎么去杜家了？该不会是犯事了吧？哟，杜大哥和大嫂这是准备出门吗？秦大叔、秦兄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救命大恩，当然要亲自登门道谢啊，哪能嘴上说说就完事儿了？你们太客气了，快，屋里请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出门是打算要去哪里？昨天收拾家找出来祖上留的2根金条，这不我家老二快结婚了，就打算把金条拿到城里卖了，给儿子凑点聘礼和酒席钱。大嫂，能不能让我看看金条？
这金条成色不错啊，大嫂，要不你就把这2根金条卖给我吧。我按照银行价格购买。秦兄弟，如果你真需要，我们就卖给你；但如果你是为了感谢，完全没必要。不，成色这么好的金条很难遇到，我诚心想买。好，那就卖给你。不过，大哥大嫂，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，恐怕麻烦你们跟我去银行取钱。没问题。秦兄弟，我正好有个不情之请，想问你能不能帮我们换点票？当然没问题。小林啊，想要什么票尽管说，让牧野帮你们换。好，趁时间还早，咱一起进城。好。这杜家什么时候认识开军车的大人物了？还真是好命啊！攀上这样的大人物，杜家要发达了。我们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呢？真羡慕死了。大嫂，这是你需要的票。钱的话，这1200现金你们都备用了，那1万就直接给你们存到存折里了。谢谢你，秦兄弟。老二，这钱你拿着，抽空带春华去买身衣裳，买点吃的。妈，这太多了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妈知道你不会乱花钱。看看这是什么？爸妈，你们竟然弄到3转1响的票了！叔婶儿，真不用给我这么多彩礼，我爸妈说了，只要日子过漏，比什么都强。既然答应了，就要给。等下聘那天，直接把3转1响拉你家去。你们弄到3转1响的票了？老二，春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秦建国的儿子，秦叔叔。秦叔叔，爸妈真攀上开军车的大人物了，好厉害啊！这是我家老二，未来儿媳。郎才女貌，好啊！什么？杜家做生意赚大钱了，还攀上了开军车的大人物？这可怎么办？哎呦，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心急呢？真不该跟慧英撕破脸。妈，你急什么呀？我姐是什么性格你还不了解？咱们只要带点礼物，好好跟我姐服个软，她还是会回娘家的。说得对，你姐吃软不吃硬，只要好好在她面前哭一哭，准管用。就是妈，我可告诉你，在我姐原谅我们之前，你可千万不能露馅，不能打骂她。说得对，还有，一定要挑杜景云不在的时候，不能让那个废物坏了咱们的事儿。行，知道了，儿子，你快去买点罐头，咱们去桃花村找你姐。慧英啊，这么久了你都不回去看看妈，妈想你呀！我的好女儿啊，妈知道错了，是妈糊涂啊，以后妈再也不勉强你了。好闺女，你这么长时间不回娘家，我们想你呀。姐，这段时间爸妈天天念叨你，我总听到妈躲在房间里哭，妈真的后悔了啊！你们回去吧，我是不会再回刘家，我可不想再被你们骗回去给卖。傻丫头，你是妈10月怀胎拼了命生下来的，妈怎么会舍得卖了你啊？是啊，都是因为杜景云不向着你，妈才会气糊涂了呀！行了，你们演的不累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们什么时候重视过我？你们除了骗我，通过我从杜家捞好处，你们真心实意对过我吗？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！慧英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妈一时糊涂。姐，是我混蛋，是我不争气。可是姐，
就算你不原谅我，你也应该原谅生你养你的爸妈呀。是妈做了错事，妈该死啊！妈！妈！你这是干嘛呀？我原谅你们还不行吗？我回去。我这就跟你们回去。找我。二弟，我娘家出了点事情，我要回娘家一趟。你大哥一会儿回来的话，你跟他说一声，我明天就回来。行，我会转告大哥。别人都是吃一堑长一智，这个刘慧英撞了南墙都不回头，没救了。大哥，你媳妇儿刚才让我转告你一声，她娘家出了点事儿，她回娘家一趟，说是明天就回来。二弟，你相信她明天会回来吗？不信。大哥，她一旦回去，刘家人就不会轻易放她回来。除非从咱们杜家捞到他们想要的好处。你说的对，没捞到好处，刘家人怎么可能舍得放他回来？大哥，刘慧英即便人在你这儿，心也在娘家，不是能好好过日子的人。如果明天他不回来，那就离婚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不会再犯傻了。老大媳妇儿真走了，算了，人各有命。刘慧英她还是这样被娘家蛊惑，就也别管我们绝情。咱们原本还打算，她真改了，就把凉粉生意交给他们。可现在，你大哥是什么态度？大哥想看刘慧英回不回来，来决定这婚离不离。他也老大不小了，让他自己学会成长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事儿。等吃完饭，咱俩去一趟村长家，把村东头的那一片地都给买下来。有人问起的，就说我们跟城里的钱家借了钱。怎么还拎东西来，这么见外？就一点心意，没多少东西。得了，你们一起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情吧？我们想把村东头废弃宅院周围的荒地买下来，你看这事儿能不能成？那一片荒地确实是要卖，只不过你们刚买了宅院，还有闲钱买地？这不是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城里的大人物吗？跟他们家借了点钱，准备多养几头猪。那片荒地有将近3亩，最低价也要860块，可得备好钱了。这个价格我和老杜能接受。村长，麻烦你帮忙办一下手续。等90年代国道从旁边修通，这一片地就会成为香饽饽。现在不买，以后可是肠子都得悔青。妈，开门！开门！你们凭什么关着我？这都5天了，杜家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咱们就这么干等着？爸妈，我对象家里放话了，必须给600块彩礼。杜家再不拿钱来接我姐，我媳妇儿又要跑了。别急，我待会儿就去找杜景云问清楚。就算杜家真不来，不还有胡大彪吗？胡大彪，那个带俩孩子还爱喝酒耍酒疯的家暴男？没错，他可以愿意给800块彩礼的，够你娶媳妇儿了。
景云，你什么意思？慧英回娘家5天了，你连看都不去看一眼？他没经过我同意就走，我为什么要去看？混账！杜景云，你要是不给老娘1000块钱，你就等着后悔与离！离，那就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再说100遍也是离婚。你们刘家人都高贵，你们闺女我要不起，1000块钱，可笑。我有那钱重新娶个黄花大闺女不行吗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先去离婚登记处问清情况，保准让你后悔。抱歉，必须夫妻双方本人到场，双方都自愿才能离婚。这下咋办？慧英那丫头根本不愿离婚，更别提让她嫁给胡大彪了。还是你有办法？慧英，多吃点儿，你都瘦了。妈，你不怪我了。傻丫头，妈怎么会怪你？可是你们还逼我嫁给老男人。之前是妈气糊涂了，以后妈再不逼你了。嫁给谁，你自己做主。姐，你喝点蛋花汤暖暖胃。实在是杜家太欺负你了，我们才做事急了点儿。以后我们一家一条心，谁都别想欺负你。爸妈，大明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你们才是我真正的家人。慧英，妈是心疼你。那杜景云有啥好？他哪点配得上你？你这么漂亮，配什么样的男人不行？唉，当初嫁给杜景云，是妈害了你呀。妈，你别说了。姐，妈说的没错，杜景云没了父母帮衬，她算个啥？你离开杜家，日子只会更好。她绝对后悔一辈子。对，我离了杜景云，又不是活不下去，说不定还能嫁得更好。这赔钱货当真了，再忽悠几天，就让他去找杜景云离婚。爸妈，我们跟你们一起回家行吗？上一世，高中毕业没多久，老三把赵彩花领回来了。我家还要还房贷呢，没钱交手术费。赵彩霞比刘慧英还不是东西，这一世绝不能让她进门。老三，你处对象没？没有啊，妈，谁看得上我啊？老三这性子若实在不成器，就把他扔部队去磨练一番。老三，如果高考没考上大学，打算做什么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你已经成年了，不管考没考上，你得想办法养活自己。要是还和以前一样懒，家里没你的饭。废弃宅院那儿准备盖猪圈，明天你们跟老二去那儿干活。要是还偷懒，你们回学校还是1分钱没有。把那边的木料码整齐。老三，你去哪儿？上厕所。二哥，我肚子疼，我也去趟茅房。二哥，我们饿了，你快回去做饭吧。中午饭我不管，你们2个自己解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去蹲个茅房，凭什么不给我们吃饭？蹲茅层去2、3个小时，你们是在茅层睡着了。爸妈临走说的，不干活午饭你们自己解决。爸妈说归说，也用不着你来管。就是，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好，那你们有事儿也别来找我，不找就不找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
今天真是累死了，手都快抬不起来了。是啊，干活太多了，肩膀又酸又疼。妈，我们今天干了一天活呢，今晚是不是炒点腊肉给我和三哥解解馋？这肩膀连红印都没有，怎么就又酸又疼了？当老子是傻子？从早上开始偷懒，木头没扛几根，还想吃腊肉？滚一边去！今晚晚饭都别想吃！杜景峰，你卑鄙，居然跟爸妈告状！老二，去割点腊肉，够咱3个吃就行。好的，妈。杜景峰，爸妈给你2天好脸色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在这个家什么都不是，爸妈对你好，只是为了让你能安心在家干活。妈，混账东西，在这个家，你二哥比你们强10000倍，你们2个还真当自己是少爷了。从今以后没人惯着你们，想吃饭就去干活，不干活就滚出杜家。老二，你别多想，我和你妈从来没那种心思。爸，我知道，你们要是不重视我，怎么可能给春华那么多彩礼？给你对象那么多彩礼，不也是为了把他忽悠来和你一起干活？就是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会说话就把你的嘴接出去！我让老二娶媳妇儿是让他来好好过日子的，不是来当牛做马的。那凭什么给他那么多彩礼？那些钱还不如给我上大学。老娘给你俩的钱还少吗？你们2个白眼狼懂感恩吗？都给我滚一边去！老娘的钱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杜景峰，都怪你这个搅屎棍，把这家里搅得乌烟瘴气！滚！再在爸妈面前瞎叫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就叫唤了，就你一个死牛马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杜景峰，你他妈居然敢踹我！这2个不孝子敢骂老娘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别打！我错了，别打了！妈，别打了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2个目无尊长的混账！读书是为了让识字懂礼数，是为了让你们有光明的前程，可你们呢，连做人都学不会。要不是你二哥早早辍学，帮家里做事，帮老娘和你们爸减轻负担，你们2个有个屁的书念！静茹，别生气了，你要实在气不过，我把他们赶出去。算了，就让他们在这跪着。这2个白眼狼，今晚一口饭都别想吃。没听到？好好跪着。都滚进来！妈，我们不该骂人，我们再也不敢跟二哥对着干了。妈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你们是真知道错了，还是说好话诓老娘？我们真知道错了。妈，你要不信，就等着看我们表现。行，老三，你能考上大学就继续上，考不上就得听我安排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否则就滚出杜家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好，我听妈的。老四，你现在才高1，还有机会。我不希望你们一辈子碌碌无为，更不希望你们成为不孝子、白眼狼。但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希望你们学会好好做人。妈，我们记住了。老二，教他们煮2碗面条，让他们自己动手。这2个兔崽子脾气犟得很，想要彻底改好，还得继续整治。瞧瞧，我家慧英多漂亮，那杜景云就是个普通庄稼汉，怎么配得上你？确实，我这么漂亮，杜景云好像真配不上我，是你自己不争气。哎呦，我的好闺女，你可终于想通了。走，咱去找杜景云。杜景云，你们杜家准备好1000块钱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准备1000块钱？你不准备1000块钱，难不成还想和慧英离婚？是我之前表达的不够清楚吗？钱我没有，要离婚，我随时奉陪。杜景云，你就那么想和我离婚吗？我也不想，可你们刘家人金贵，我杜家穷，满足不了你们，只能离婚了。你就不能为了我争取一下吗？争取？我拿什么争取？让我给你娘家人借1000块钱，你知道这1000块钱我得多久才能还清吗？杜景云，难道我连1000块钱都不值吗？值，你肯定值，但我拿不出来，没办法。拿不出钱就别废话了，现在就去办离婚。慧英，我想反过来问你，你确定要为了1000块钱和我离婚？是，离婚吧。那行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还你自由。走吧，去公社。
离了，终于离了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咱慧英想嫁谁就嫁谁。杜景云，和我离婚，你别后悔。我为什么要后悔？你觉得离开你有什么值得我后悔的？你以前不是舍不得和我离婚吗？舍不得？我当初只是舍不得我爸妈给你们家的那些聘礼。不过咱俩也睡1年多了，我也没吃亏。你，刘慧英，看在咱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别被你爸妈卖了，还帮他们数钱。他是什么意思？乖女儿，别听他瞎说，咱回家，妈给你找个比杜景云好10000倍的男人。好，回家。真离了？离了。你说的对，她根本不是踏实过日子的女人。离了也好，大哥，以后踏实过日子，攒钱再娶个好姑娘。我已经不期待了。哟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我家好大儿居然来干活了。妈，你就别奚落我了，我离婚了。真离了？妈，以前是我眼盲心瞎，谢谢你让我看清刘慧英一家人的嘴脸。以后我一定听你和爸的话，踏实过日子。离了也好，我儿子也不差，就是窝囊了点儿，懒了点儿，做人还差，还不孝顺。把这些毛病改一改，遇上好姑娘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妈，你让我回来吧，以后我一定和二弟一样踏实干活，好好孝顺你和爸。行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还是死性不改，就给我滚出杜家，再也别回来了。好的，妈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跟着我学做豌豆凉粉，明天跟我出去摆摊儿。好，谢谢爸妈。再有下次，再伤了我和你妈的心，老子可要打断你的腿了。爸妈，你们就看我表现。客人坐下来，你赶紧招呼，人家走了，第一件事把碗筷收干净。知道了，妈。请问是要豌豆粉还是米粉？豌豆粉。得嘞，您稍等，马上好。记住调料配比，还有凉粉的厚度不能太厚太粗。端过去吧。咋了？抽风了？妈，对不起，儿子以前太不是个东西了，家里有点好东西，全给刘慧英拿去给她娘家。我以后一定跟着你和爸好好赚钱过日子。臭小子，终于开窍了。开窍了，妈，儿子真的知错了。好好干，你把凉拌豌豆粉的生意做好了，也能赚点小钱，比你种地强。谢谢妈，儿子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，赚的钱都交给你保管。行，钱你攒着娶媳妇儿用，你可得自己争气啊。妈，儿子记住了。亲家公和春华明天过来帮忙盖书卷。那这2天不摆摊了？妈，我觉得还是继续摆摊儿，咱家盖猪圈开销可不小。这样，你把凉拌料汁调配好，我一个人能行。也行，手脚麻利点儿，你一个人能忙得过来。妈，我年轻不怕累，又不出多少力气，哪有下地干活累？你这臭小子，早几年有这觉悟，能被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牵着鼻子走？婶子，您回来了。春华，亲家公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一会儿，听说你们家明天开工盖猪圈，我和春华就一起来了。欢迎欢迎，亲家有心了。都是亲家，这徐家和那刘家一对比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婶子，您累了一天，快去休息一下吧。没事儿，婶子不累，倒是你大老远赶来，该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也不累，
婶子，我和您一起卸车。好孩子。以前不管农忙还是任何时候，只有我带爸妈去帮刘家的份，刘家人从来没主动来帮过杜家一丝一毫。景峰踏实能干，待人和气，有这么好的姑娘喜欢他，也是他自己挣来的。景元，是不是心里不舒服？爸，以前我以为娶了媳妇儿就该无条件关心她、爱护她，处处为她着想，却不明白维护一段感情其实是需要两个人同心协力共同维护。一个小家庭只有一个人付出，另一个人坐享其成，这样的家维持不了多久。没错，但你也别丧气。所谓家和万事兴，你们兄弟姐妹几个若都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咱们杜家的日子只会蒸蒸日上。爸，我明白了，以后我也会多劝劝三弟和四弟，别让他们走了我的老路。妈，你们不是说了以后都不会勉强我的吗？我不嫁，我不要嫁给那个老男人，给他的孩子当后妈。不嫁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老娘已经把彩礼都收了，整整800块呢。妈，我可是你的亲女儿啊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亲女儿又怎样？又不能给我们刘家传宗接代。为了我们刘家的香火，你牺牲一下怎么办？桂英啊，你是我们刘家的女儿，就得为我们刘家考虑。有了这800，你弟弟娶媳妇儿不就够了吗？你总不能让咱们刘家断了香火吧？那就要拿我的命去换800块钱吗？我不嫁，我死也不嫁！今天由不得你不嫁，福音，去借个板车来。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就不该相信你，不该和景云离婚。哟，岳父岳母、小舅子都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快进屋再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进屋。哎，岳父岳母，今天我和慧英圆房的日子就不招待你，等我有空会带媳妇儿回去看你们的。哎，我被子，我家的被子。别被你爸妈卖了，还帮他们数钱。景云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！谁来救我？谁能来救救我？后悔？晚了。这里面就是那些野生菌。婶子，除了野生菌，还有一株灵芝。灵芝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这野生菌的品相也是极好，新鲜。快让王妈炖个野生菌骨汤尝尝。小林、小祝，今天你们就在这儿吃饭。你婶子念叨好几天了，一直惦记你们。得嘞，那今天我们就留下来蹭饭了。哪儿的话？好喝，这菌骨汤可太鲜美了。小林，你们的山上如果能找到更多野生菌，为什么不拿去国营饭店卖掉？对呀，这个季节可是野生菌盛产的季节，这些野生菌在城里可是很抢手的。哦，国营饭店？没错，你要不要先试试弄点来卖？国营饭店我有熟人。真的吗？那可太感谢了。明天我和老杜马上再带一批菌子来。谢什么？我打个电话的事儿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去给你们做饭。老二，我和你爸都吃过了，先进屋，我有事儿跟你们说。这2天豌豆粉的生意一般，老大这段时间就不要出去摆摊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早上进山采野生菌。明天我先去问问野生菌的价格，咱们趁野生菌上市的季节，带着村民们赚点小钱。什么？国营饭店？没错，给国营饭店供货，错不了。不过妈，豌豆粉不卖，咱们的损失会不会有点大呀？虽然雨季生意没之前好，但一天也能赚10来块钱。傻儿子，如果野生菌的生意做好了，可能比豌豆粉还赚钱。野生菌可是季节性的，错过这个季节就要等到明年了。大哥，爸妈吃过的盐比咱们吃过的饭还多，听爸妈的绝不会吃亏。老三是不是快放假了？应该是这2天考试，考完就放假了。老四和景来也差不多，等他们回来就带他们去采野生菌，让他们也体会一下赚钱有多不容易。哟，老大，看来你也算是懂点事儿了。
王经理，人和货啊，我都给你带来了。品相确实是好，一看就是今天早上刚采的。王经理，我保证我的菌子都是精心采摘和筛选的，有毒的绝不会送来。你可以让大厨现炒现验，有任何问题我全部收回。哈哈，好，我就喜欢跟爽快人打交道。以后你送多少，我收多少。成交。不过菌子供应量会比较大，以后恐怕不止我一家，村里其他人采的我会收来供货。没问题，只要品质好，都按这个价格结算。不过，每个品种每天只能收500斤。行，品质这块我亲自把关。乡亲们，牛肝菌、青头菌、鸡枞菌每天最多能收500斤，收完为止。我帮大家带到县里卖掉，带大家一起赚钱。还得是林嫂子和杜大哥挣了钱还不忘大家伙。就是，以后跟着他们混，那好日子还不是享不尽。幸好爸妈没有放弃我，让我看清了刘慧英一家的真面目，重新做人。以后说什么都得听爸妈的。来，乡亲们，山货菌子都排队来放我这里啊！好，我们也来帮忙。老头子，这辈子我们家看来是要享福了。嗯，